洞察局势，开启视野。这里是火力早报时间。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负责人身亡，美伊调解方拿出45天停火方案，俄罗斯地保需求激增。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领导人哈德米在美以的联合袭击中身亡。哈德米是革命卫队最高级别的指挥官之一，他于2025年6月接任情报机构负责人。此前曾担任伊朗国防部情报保护组织负责人，主要负责为伊朗高层收集关键情报，并镇压国内抗议活动。为此，美国财政部曾在2026年1月对其实施制裁。同一轮空袭中，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第840部队高级指挥官米尔一同身亡。自2019年起，米尔便担任该秘密部队指挥官。在他的指挥下，第840部队于以叙边境推进了针对以色列国防军士兵的行动，并协助伊朗向以色列境内转运武器。此外，还参与了伊朗境外各种绑架和暗杀活动。据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哈德米的死亡是对伊朗指挥控制系统的又一次严重打击。然而，莫杰塔巴一改之前的强硬复仇态度，在其发布的书面声明中，他盛赞哈德米为伊朗做出的贡献，却只对美以行动保持简单的谴责。最高领袖态度的隐晦转变，或将成为伊朗转向的信号。军事行动仍未停止，外交场上出现最新动向。由巴基斯坦、埃及和土耳其主导的调解方向美国特使维德科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提交了一份45天停火提案。该方案旨在暂时停止冲突，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然后在45天窗口期内进行永久结束战争的谈判。尽管调解方颇为急切，但这份方案的达成仍然极具挑战。白宫对这份方案的态度尚有模糊，称其只是众多想法之一，并强调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仍在全面进行中。伊朗官员则强烈反对临时停火，认为短暂停火将会给对手时间重整军备，从而继续战争。美伊战事仍在持续，而在乌俄战场上，战争带来的恐慌终于烧到了莫斯科的富人阶层。继普京的末日地保曝光后，莫斯科人也加紧开修地保。据莫斯科时报报道，俄罗斯对私人地保的需求激增了 140%。自3月初以来，私人地保的订单几乎每天都在增加，安装排队已经排到了夏季。这些地保的主要买家都是莫斯科的高级经理和大商人，部分政府官员也在客户名单中，但其身份未被披露。地保最基础的型号是为2人设计的，位于地下最多5米处。更富裕的客户则选择豪华定制版本，配备更大的生活区，包括厨房、淋浴和娱乐系统等。这种地保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拥有燃料、水储备、自主生命维持系统以及密封通风系统，能让一个家庭在地下停留数月。一家俄罗斯公司暴露了一款地保的蓝图，型号为库布09，可容纳12至14人，售价高达 37.6 万美元。合同强制要求对买家身份和地保位置保密。莫斯科对地保的需求也说明了乌俄战场的真正局势。乌克兰的无人机已经带给俄罗斯前所未有的恐惧。今天的早报到这儿就结束了，后续结果如何，火力军将持续关注，下期见。